米莱多次提到，他的目标之一就是废除中央银行，并且让阿根廷全面美元化。他在接受电视采访的时候就说到，撤销中央银行的决定是没有商量的余地的。在我们看来，这肯定是非常疯狂而且难以理解的事情。那我们就要问为什么米莱提出这么疯狂的口号并且这是他2023年竞选的核心政策，然后这么疯狂的政策居然还有这么多阿根廷人认可他，让他当总统了。我们来看看阿根廷人面临的困境，也许就能更加理解这样的选择了。阿根廷近10年以来一直面临高通货膨胀率甚至在2023年年底，通货膨胀率一度超过了200%。而这一切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之前视频提到的，政府没有钱，但是又要发高福利，所以只能通过让央行不断印钱来支付导致的结果。而阿根廷人都知道自己手里的阿根廷比索会快速的贬值，所以每次拿到工资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赶快买家里需要的物资，或者是赶紧在黑市上兑换美元，要不自己手里的钱就要贬值了。所以对于阿根廷人民来说，阿根廷比索的信用价值早就跌到了低谷，而阿根廷央行也早就成为滥发货币，通过通货膨胀从人民手中掠夺财富的工具。这样的机构当然是消失了更好。所以这个时候有个竞选总统的家伙跑出来说我们要关闭央行，全面美元化，那当然是获得大家的支持，赶紧把他选上去。其实阿根廷历史上也不是第一次干类似的事情了。1990年以前，阿根廷曾经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货币动荡，通货膨胀率剧烈波动，有的时候通货膨胀率飙升，甚至超过了2000%。1991年4月，当时阿根廷决定将比索和美元的汇率固定为1:1，并且可以在任何时候向阿根廷的中央银行兑换美元。这个政策刚开始是非常成功的。1990年的通货膨胀率高达800%，然后到1994年年底就降到了5%以下。并且 GDP 也快速增长，1991年至1994年的平均增长率接近8%。当然，这样固定汇率的机制有好处也有坏处，最后因为一些原因崩溃了，这不是我们这期视频主要讨论的。回到米莱想要实现的关闭中央银行、货币美元化的目标，这样的政策有什么好处又有什么坏处呢？最大的好处就是没有中央银行，使用美元之后，阿根廷政府就没有办法通过滥发货币来为巨额的财政赤字买单，也就不会造成恶性的通货膨胀。因为美元每年的通货膨胀率相对比较稳定基本都在2%到3%左右。那么阿根廷放弃比索，使用美元之后，自然也就不用再受恶性通胀之苦。米莱的想法是，既然政府管不住自己的手，想要印钱，那干脆把这只手砍断。我们第一直觉觉得好像一个国家没有中央银行，没有自己的货币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其实对于欧盟国家来说，这些国家都统一使用欧元，其实也相当于没有自己的央行，没有自己的货币。同样，2000年3月份，厄瓜多尔也采用过关闭中央银行、实施美元化的政策。美元化除了控制通货膨胀之外，米莱还认为稳定的货币环境会有助于改善商业信心和经济增长。他希望美元化能提升阿根廷在国际上的吸引力，能够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者。同时通过实施美元化，米莱希望恢复阿根廷人民对经济管理的信任，减少本国货币贬值而导致的生活成本上升，从而改善民众生活水平。当然，美元化也有很多的缺点，最大的缺点就在于国家失去了独立的货币政策。比如经济衰退的时候政府想要在短期内通过适当的印钱，增加通货膨胀率来刺激短期经济，增加就业，这样的工具就没有了。并且如果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遇到了流动性危机的时候，也没有中央银行来给他们贷款，保证流动性了。总的来说，美元化这种政策有好有坏。如果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缺乏独立性，像阿根廷这样总是忍不住要印钱的国家，其实美元化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策略。好，讲完关闭中央银行、全面美元化的好处和坏处之后，我们可能会接着问，现在米莱上台了，阿根廷也没有真的废除中央银行米莱莫不是在口嗨，或者只是为了竞选总统故意这么说而已？是不是口嗨我们也没有办法知道只能从米莱的一些采访发言来看看他的思路。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撤销中央银行的决定是没有商量余地的，但是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停止央行发行货币，因为这是导致阿根廷恶性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此外，米莱在多个场合还表示，
随着美元化的进行，人们开始自由的进行美元交易总有一天美元交易量会变得非常大，而比索的交易量会变得非常小。当到这一步的时候我们就具备了关闭央行的条件。所以看起来米莱并没有放弃美元化的目标，只是在实施的路径上更多的是希望自然替换的方式。当然，也有经济学家不赞同米莱的美元化政策，就像刚才提到的，阿根廷历史上也进行过类似的政策，刚开始的效果的确是不错，但是因为没有央行，没有自己的货币，国家缺少独立的货币政策，在面对金融危机的时候最后崩溃了。这些经济学家认为，阿根廷这次的美元化大概率也是类似的结局。最后说说我的看法，除了像现在阿根廷央行沦为政府印钱支付账单的工具，以及米莱提出的关闭央行、全面美元化的政策之外，其实还有第三条路，那就是从阿根廷央行的设计机制上保持独立性，确保央行不会成为阿根廷政府操控的工具，让央行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这样央行就不会为了支付政府赤字产生的账单不断的印钱，造成通货膨胀。从这一点上，美国央行美联储的机制设计就相对比较成功。美联储主席虽然是总统任命、国会通过的，但是美联储主席可以考虑通货膨胀率等目标，比较独立的做出货币政策。如果阿根廷往这个方向去靠，那就既可以保证不会大规模的印钱，也能保留自己国家的央行，就不用选择关闭央行这样比较极端的方式了。当然，阿根廷央行的命运最终会走向哪里，我们只能继续关注。